这个夏天太热了，看他们用水打架就感觉很凉快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玩水大师们打架会消耗多少水？这个事儿炭治郎肯定知道，他的水之呼吸的总体水量为2104.18升，合计2.1立方米。这个水之呼吸也太耗水了吧，把狗头补上。这就是炭治郎后面改用日之呼吸的原因吗？以前我还计算过2代火影的水量，一个比水影还能化水的火影，它的水遁水冲波的水量是4288.57立方米，一个水冲波就是4000多立方，沙漠里面的旮旯都残酷了。比水量当然得算上鬼鲛啊，鬼鲛到底有多少水呢？这个问题你们问了太多遍了，无尾尾兽嘛，我很好奇。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大坝谁修哈。整个超级大水牢困住了奇拉比，这个水牢像是个椭球，其实不是，上面曲率大，下面曲率小，是一个比较规则的旋转体。旋转体当然用积分来算啦，用换修长度算出 XY 轴的上下限，在 Get Data 里面打点取坐标，再在 MATLAB 里面2项式拟合，拟合成7次2项式函数，可以得到左右曲线的方程。把旋转体分为无限小 dy， 从下积到上，这个体积就为386.7万立方米，比水冲波的水量多了好几个数量级。不是说飞剑的水量少哦，因为这是蛇移弄的劣质版2代，咱也不知道巅峰时期的2代水量到底是多少。鬼鲛这386.7万立方，已经超过南水北调东线河北的净收水量了。这个大爆水冲波还能在空中移动，这不正好调来调去吗？我突然明白了，如果火影里的角色再就业的话，黄色闪光去送外卖，二柱子可以去发电，鸣人可以去当辩论赛的教练，鬼鲛可以去搞南水北调，这专业也太对口啦。300多万立方就是水相关招式的极限水量吗？直到我看到了《西游记》打青牛怪这集，悟空上天庭找水的星君，旁边的黄河水伯拿出来的水具，一鱼就是一整条黄河之水，空空收半鱼就够了，然后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安李白直呼内行，结果还是被青牛怪套走了。据说唐玄宗时期黄河水量400多亿立方，《西游记》里面的皇帝是唐太宗，估计差距也不会太大。那么水的星君就放了200多亿立方米的水量，11个数量级，我直接说这是用水量最大的招式。没毛病吧？算到这里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炭治郎的水之呼吸适用于近身劈砍，水的星君的半条黄河水适用于远程攻击。那么有没有一个角色用起水来可以兼顾到近身突刺和远程攻击呢？当然有。最近绿水寒5周年资料片碧海曹光上线，新职业曹光来袭，新上线的流派曹光就可以完美满足这个要求。涟漪形态可以用水远程输出，水剑形态可以近距离的突刺。好家伙啊，这是法师和刺客双修啊！那么曹光打一架会消耗多少水量呢？我很好奇，我准备把曹光20几个技能的用水量都算一遍，首先得找个参考器。我直接来到了四连峰广场，和带领鹤站在一条直线上，可以根据鹤算出野的身高1.73米，小蓝也一样，所以地上的正方形格子边长1.85米，这就是最标准的参考器啦。曹光的技能可以分为3类，一类是在地面形成圆形的水盘，厚度取鞋底的厚度3厘米，比如爆裂河豚的耗水量就为1.66立方米；一类是用剑挥舞出水波，水波厚度取剑刃厚度1厘米，比如水翼流光就近似为圆柱的1/2表面积，耗水量就为0.18立方米。第3类是特殊形状的换形，比如朱镜的大镜子啊，飞花剑内的3只水母，树回重置的水分身，浮生泡影的大水母等等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狂杀之吻的大鲨鱼啦，也是被动就会召唤水鲨鱼进行攻击。我直接截图描线打点拟合，这只大鲨鱼的总体耗水量居然达到了60立方米，这是曹光耗水量最多的招式啦。玩游戏的时候我就被这只大鲨鱼吸引了，算下来果然不一般啊。我把所有技能的耗水量都列了出来，所有技能的总耗水量为101.62立方米。打游戏不可能一个技能只放1次啊，赶紧去打 PVP 吧。我逐帧记录了我放每个技能的次数，再把耗水量算进来，我打的这一架总共又掉了2121.24方的水，2000多吨的水，足够普通家庭用上11年了。要知道游戏不止我一个曹光，假设有100万曹光玩家在线玩游戏，每人只打1次 PVP， 总的耗水量直接干到了21亿吨，21亿多吨。西湖的水量1429.4万立方米，曹光玩家打一架耗水量都能直接把1480个西湖抽干，一次 PVP 一般8分钟，连续玩个2天半，那能直接把长江给抽干了。还好只是游戏啊，现实中的水资源十分的珍贵，但游戏中的水就可以随便玩啊。曹光几个技能叠加在一起，这水量也太壮观了。今天我们计算的水技能招式都用水量是多少，和曹光所有技能都用水量。打开游戏绿水寒，和我一起来玩水吧。我是专人川下3，我们下期再见。